大家好啊，歡迎瀏覽香港廢人嘅頻道啊！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去九龍塘嘅時候，見到一間價值過億、荒廢咗足足20年嘅大宅啊？鐵閘都生晒鏽，窗關都跌晒落嚟，夜晚仲會陰風陣陣添。啲街坊直接就叫佢九龍塘鬼屋啊！但係其實呢度唔係啲咩鬧鬼嘅鬼屋，而係俾一單橫跨咗4個地方、打足21年家族爭產嘅官司，再搞埋重建失敗，先會搞成而家咁樣嘅。故事係要由1955年開始講起嘅。越南嘅華僑藥業大亨趙大光佢過身，咁啊留低咗一妻3妾13個仔女。咁啊，有4間喺香港同海外嘅藥房，再加越南巴黎都有物業啊！呢個爭產嘅案件啊，一路打官司打到2024年先分得好晒啲家產。喺2003年，有公司用4500萬買咗呢間屋，打算拆出嚟起幼稚園，以為終於都可以重生嘅呢個地方。點知城規會一聽就擰晒個頭咯喎！佢哋就話交通嘅評估你哋好似做得唔夠喎，呢區其實啲路已經好窄，平時都已經塞爆晒。咁啊，申請人情急智生就話，所有學生一律咧都只可以搭校巴返學嘅啫，唔可以私家車接載嘅喎，而且地庫都會起返個校巴專用嘅車位。咁但係城規會都係嗰句唔得喎。如果開咗你呢個先例，九龍塘嘅交通點搞先？結果新業主就寧願用間屋去銀行做按揭套現，咁啊由得間屋繼續去荒廢。咁於是20年就咁樣過去啦。豪宅咧仍然都係企喺度孤零零爛到見骨啊！聽聞60年代仲有個傳奇人物喺度住過喎，有個叫女教師、女教育家 Jenny Chan 啊，咁啊喺西南聯大讀物理嘅喎，咁啊同另一個一個好出名嘅人係同學嚟，咁啊佢叫楊振寧啊，曾經攞過諾貝爾獎嘅，咁都係頭嗰幾個華人攞諾貝爾獎嘅當年。咁啊，呢度一個故事講出晒香港、越南、巴黎物理學界同埋爭產嘅風波，絕對唔係一間普通鬼屋咁簡單啦。咁好啊，我哋開始今日嘅探索。咁啊，大家其實都睇咗一段時間噶啦，我哋已經進入咗呢間所謂鬼屋啦。但係其實裏邊都已經清拆晒噶啦。咁大家見到裏邊都接近咧喺最頂嘅頂樓啦，1樓啊、2樓啊、3樓其實都係吉嘅。咁但係其實咧都發現咗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，就係我哋喺地下發現咗大量嘅物品啊！好好奇，其實呢啲物品應該係屬於前業主。但係點解前業主佢唔帶走呢度嘅物件，都仲留喺度，而新業主亦都冇計劃去丟晒呢啲物件？我哋甚至乎可以喺呢啲物件堆裏邊見到一啲爭產嘅信啦，一啲前業主嘅情信等等。咁我哋有時都會覺得好唏噓啦，喺廢墟見到咁多物品，當年係幾咁重要咯，對於當事人嚟講。但係當佢離開咗嘅時候，其實所有物件都係變得毫無價值。你身邊嘅人都唔會覺得呢啲物件係有任何價值。到最後都係去晒堆填區。咁我哋見到呢度應該都仲有人管理啊，可以見到個地下其實都冇敷衍，但係喺現場係見到有非常之多喺廢墟見到個天堂嘅鮮紅色嘅，咁頭先大家喺片頭都見到。
有啲相。咁我哋一路咁嘅探索，其實大家都見到呢個建築物嘅外圍係建築得非常特色嘅。咁佢哋有啲好多圓弧形設計得出嚟嘅結構啦。咁我哋今日其實大致上都走完一圈啦，但我哋都想再入去睇下，有冇辦法可以有啲雜物可以俾大家睇睇，當年可以描述到當年嘅環境啊等等。咁其實所有雜物都堆放咗喺呢個區域，咁仲見到有啲物件係寫住話要寄去，咁睇返可能都係好多年前，最後都係冇寄出過，係啦。咁就其實呢間屋都非常之破爛同日久失修啦。咁其實都戥新業主可惜，佢唔能夠喺度做到改建到做幼稚園嘅用途，咁擺咗間屋丟空咗喺度冇用。咁我哋其實今日大致上就介紹到呢度，唔知大家咧有冇聽過香港廢人大冒險受過？咁如果冇睇過嘅朋友，而家睇下啦。南国台的红唇渗着余痕，焦黑楼梯积着火光与灰尘，金轮酒店的张破窗歪斜在角落，碎裂的镜面藏着遥远的身影，金毛片戏院的放映机沉默不语，飞鹰彩影定格未完的电影，黄豆戏院的公交钉在夜里呼吸，红绒座椅热映除夕日的倒影，镜头穿过墙灰与裂缝，快门声取代心跳的节奏。香港废人让光阴延续呼吸，陈碧琼那张旧沙发上勾着残缺维系，缸中氤氲的听时间冰冷而清晰，马鞍上晃动的蓝绿湖沉浸如镜，足迹在黑暗里化作历史的回声，放空洞的正道弯曲如迷宫，滴水声回荡着被遗忘的呼喊，彩虹上涨的夜色靠近静止无声，金属按键覆满岁月的灰尘，长着放地比喻人到他的病房里，散落着形象名利的假目标，岛屿山的牛奶瓶碎裂在泥里，十字牌的字样仍闪烁微光，神秘中的泳池映着灰体与雨声，马鞍山的鸟击隧道回荡回音，每一次闪光都是对遗忘的抵抗，每一把画面都是城市的灵魂。香港废人在崩塌之间烛光，让每个废墟都有名字，让每段寂静都有声音，从红砖到黑水，从公交钉到冰场，这座城市的心脏仍在呼吸。